我要！陈总，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下面就万川矿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柳韵发言。5月16日晚7点37分，海东省东平市万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2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陈总，万总到了。哎呦，贵宾！陈总，哎呦，万总，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来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陈总，这是啥情况啊？啊，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好，快趁热吃。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万总，来多吃点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来，好。万总，医院的情况咋样？别提了，死了2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
但人基本废了。哎呀，说句不好听话呀，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可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哎呀，倒了霉了，我这跟我赶上这事儿。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赔多少钱呢？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人要200万。哎呦我去！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儿扛。陈总，谢谢啊，你别安慰我了，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我给。你付，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还有这个，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啊，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陈总，谢谢宽待啊，谢谢。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我先回去了。你说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让你走，聊完了吗？你就走？瞎急眼了呢你？再约啊！干什么玩意儿？回去！我们回去，躲开！回去！别动！哎，别动！干什么玩意儿呢？哎呀！我腰！放开我！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升降梯，啪一下掉下去。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轿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轿车没了刹车油。那个轿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否则啊，我真不知道你能干出啥事。万总，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
就交给老天爷吧。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战线，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张放同志的意见。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18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得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好。刘帅，知道您最近感觉特别辛苦。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的，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进。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2名，开发区纳税第1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
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啊，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啊，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我是觉得，3栋房都不够。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老乔？查过天龙集团？是的。什么时候？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好，那就谢谢了。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天龙集团。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有什么问题吗，李姐？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张文京开庭第1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2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像。像吗？
445310，万海报告。这早不出这事儿，晚不出这事儿，用我点啥呀？都怪我，超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他，得咋都劝不住。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那超呢？超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他哥。超儿，你别担心，有我呢。哥，这回矿难，咱不是这死了俩人吗？我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儿，让他把那个条件书签了，兴许超那就没啥事儿了。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你要不出这个矿难吧，还好点儿，那矿还能有个人接手。这现在你就出这事儿了，哎呀，那啥，你也别上火。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不行的话，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不用哥，不用，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谁呀？那天龙集团。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就那个陈总。哪个名儿？陈胜龙。谁？陈胜龙。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哥，万海在这儿呢。万海！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哥，你咋了，哥？你啥时候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上的呀？我没跟他搭个，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啥时候的事啊？就前一段时间啊。哪天呢？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几次啊？总共就1、2回。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跟他唠了唠。那你告诉我啊，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有的啥时候是我忘了。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这公安定的性啊！哥，你啥意思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是王宇陷害你的，这是冤案。张文静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你不是吗？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也是张文京你的，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的屁股。我是黑社会，永远是。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你告诉那个宇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你就把我这话，你告诉陈胜龙，让陈胜龙告诉他。哥，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我不知道啊？哥，我真扛不住了，哥，扛不住了。你不知道那个陈胜龙手贼黑。他想要的东西，他必须得到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弄不过他的哥。那新闻发布会刚刚宣布说咱那是安全生产责任室，他扭头就跟我说，那事儿是他整的，他能把你弄成黑社会被判了。你想他啥事干不出来？在您矿上发生这样的事，哎，我也感到很遗憾。可能我们的治安工作的确还有待提升加强，就做的方方面面很不够。孙队啊，这事儿他不怪你，哎，主要是隔壁矿上的人那太猖狂了。他们哪是抢钱呢？他们这是要我的命，抢我的矿啊！万总，万总，你消消气啊！就你们2家矿的事儿，我一直有听说，但是我说句实话啊，你们也不爱听，就是一个巴掌还不响。我也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既然今天我来了，我也是想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咋从根本上？你听我的。你干啥的？哎，于总，来，过来过来。哎，道歉。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他咋来了呢？我知道，你们2家就是这几年争来争去，没少斗。但是话说回来，要说有问题，就是你矿上犯的事儿，不比于总那儿少。你真要追究起来，你对2家都没什么好处。这你啥意思呀？他在我矿上杀2人，这事儿你也敢揽？再说我差点让人一枪给崩死了，这事儿我必须死磕到底。那你想不想在东平混了？威胁我呀？我这提醒，我善意提醒。我不信东平没有王法了，我不跟你们谈，都滚犊子！我要告你。他说这事儿要是谈不成，那超儿的命就得看老天爷了。咱不能拿超儿跟他们拼呢，咱得活着，哥。薛总同志，吃个宵夜。姐夫，手机。哦。领导，行李收拾了吗？你打算订哪天的票过来啊？我有个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呗。说。就是临时有个差，还得出一下。出完之后跟你会合。洪亮，你给我句准话，你到底能不能来？你要是不能来，我就死了心了。你要是能来，就别一次次的找借口。你咋还急着呢？我这不跟你汇报呢吗？你要不乐意，那我就跟单位把这事儿回了，我不出这个差了，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找你去，行吗？这你说的啊？
那我现在就给你订票。洪亮，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啊？不，我今天晚上哪句话说我不想去北京了？那你一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为什么还一直不停的接案子啊？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从东平回来，就从头到尾的没高兴过。你是不是打心里根本就不愿意来北京？你也不愿意脱下这身衣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儿，所以你觉得心里特别扭、特委屈。来北京的事你根本就没有答应过，那你之前在这儿给我们演什么呢？没有嘛。洪亮，你好好想清楚吧，今后的日子，你到底打算怎么过？完了，把我家领导给惹了，忘汇报了。单位也是，就非得临时又让我出个差。我呢，也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领导对我都挺照顾的，单位里边，就说那反正临走了，落个好人缘呗。脑子一热就给答应了，答应完了就后悔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敏这，哎呀，反正我把这几天这差出完了，我就到北京跟小敏会合去啊。姐夫，你这都快离职了，怎么老给你派任务？谁说不是呢？就之前吧，能力有限，也没那么重用我，也不知道最近咋，一看走了，哎，可能知道我好了，完就拼命给我来任务。是向群还是张放给你派的任务啊？保密。哎呦，姐夫，这么多年我可没听你跟咱爸说过保密这俩字儿啊。不是因为有一个之前接的案子，我这没办完，延宕到现在这儿来了，又出点新情况，就必须得没办法。洪亮，哎，那么现在是这个案子需要你呢，还是你需要这个案子？案子是查不完的。可是家呢，只有一个，所以我希望你啊，孰轻孰重，想想清楚。哎呦，姐夫，那确实是。一个工作干了10几年，哪能说走就走啊？啊，这北京那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啊，就是豆豆嘛，他可能需要适应适应，那也简单，我抽空就把他送北京去啊。我姐更简单了呀，你们俩这么多年了，他就那脾气啊，都老爷子惯的。你呀，抽空跟他道个歉啊，这事儿就了了。别在那边就。同志们，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经请示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
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彦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11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1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11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3级高级检察官洪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范围。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重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报告，进。主任，找我呀？哎，坐。我没事，我站着就行。万海，你家里矿的事儿呢，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够情绪稳定，一定要遵守监狱的纪律，好好表现。主任，我可没闹事啊。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因为你减刑的事情呢也会正常进行，不要受这些影响，好好改造。如果需要什么呢，可以随时找我。哎，好，谢谢主任。就这事儿啊？对。那行，那没啥事儿，我想问问哈，申诉的这个流程繁琐吗？你要翻案？你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吗？不是，我就问问，了解一下。申诉的程序有点复杂。哎，子谦，你去拿一个申诉的样本给万海看看。哎，好的。不用麻烦了，谢谢哈。其实您跟我说说就行。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你是觉得判决有问题？没有，就室友闲聊，我也想学习。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不麻烦了，那没啥事，我走了啊。万海，提醒你一下啊，申诉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那我走了哈。您坐。
劲儿啊，那馄饨慢慢吃啊。老公啊，咋的了？你看那个人和这个咋长那么像呢？哎，是有点像啊。赶紧报警啊！哎，见过没有？没见过。老板，见过这个人没？这没见，好好想想。没有。你好，郑组长。老曹、小罗辛苦了啊！嘉宾组长。这位是江南市院医部主任王春祥同志。你好。这2位是我们省院下来打前站的，都是11部的同志。这也是我们江南市院经常用的一个点儿啊，是离东平最近。办公室还有会议都在2楼。朋友怎么了？啊？你怎么脸色不太好，不舒服啊？哪有晕车？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所以现在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这个办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啊，我带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将来我们2边开会啊，就在这儿。那边是公安同事，他们人还没到。这边呢，就是咱们办公室。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啊，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哦，对了，这边呢还有2间办公室。郑主任，这是你们医部办公室。这边是我们11部的办公室。哟，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们11部过来打前站呢哈，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晚饭我不吃了。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这边，咱们这边行，来。